你讲话嘞！玉楚啊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我找了你8年了，你怎么不理我呢？哎，是我啊，我陈江河。你到了下一站你下车好不好？你到下一站你下车，等我，我去找你好不好？我说你到下一站的时候你下车。谢师傅，不用找了。哎，同志已经上车了。妈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叔叔去哪儿，我们就去哪儿。那我们不回家了？现在是回妈妈的家。难得来一场啊！好，咱俩怎么还不回来？这不要坏事儿。您是第一次来这儿吗？第一次。那咱们杨氏集团对这儿的投资，咱们有什么？厂长回来了。这个地方的袜厂发展的还是后面那个女的是谁啊？很有前景。那您准备不知道，没见过呀。住在这里吗？考察一下看看。然后，这个厂长，哎，饭来了。啊，谢谢。不用了。那这样，先不吃，吃的时候放嘴上一热就好，好吧？好哦。热好饭的时候要用它包着，要不然会烫手。先放到这里。快点吧，厂长，你得赶紧陪着去呢。你
你先去忙你的吧，别让人家等着急。是，但我得跟你们讲清楚啊，这个房间就是乱，确实有点乱，但是整体来看还是蛮干净的啊，床铺也很干净的，我前两天还换掉了。你们如果饿了的话，吃完饭就可以在这上面好好休息一下，好吧？然后呢，厂长，快点吧，应该把他给拽走了，要不然他一直在这儿念经。不是厂长，真的来不走。这个水啊，你要是凉，你等一下。水房给厂长再走了。您看方不方便借您一步讲话？可以。我有个决定。好。年产总值由1986年的50万增加到今年的700万，这与同志们的贡献和努力分不开啊！我们来年将再接再厉，争取年生产总值达到1000万。小旭啊，稍等一下。来了，谁呀？你好。啊，你有事儿吗？孩子睡了。可以来一下我房间吗？就在隔壁。好。杨雪跟我讲，说您最近这个身体不太舒服啊，千万别着急，有任何事情别着急，别上火。您精神愉悦了，然后您一放松了，你自然就会健康起来的嘛。当然我知道，其实，可
可能您女儿未来的归宿这个问题才是您的重中之重的大事情啊。我跟她也是打了有几个月的交道了，我发现您这个女儿特别优秀，她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称职的一个高级的管理人才。所以我觉得将来杨氏集团整个交给她，哎，您是可以放心的。那么说到我这一块，可能杨雪也跟您讲了我的情况啊。我这个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的亲爹亲妈是谁，我是个孤儿。哎呀，这个命贱的呀，就跟个鸡毛一样。哎，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你想对我那天的托付说不？您那天的托付有点重了，给我吓到了。我讲实话，真的，我胆子也小，我怕辜负您，我更怕辜负您的女儿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你要拒绝？我没有能力，杨总。我陈江河使足了力气，也就是管理个180号人，所以说到底，我没有能力，就是因为我没有能力。是因为你今天带来的那个女人。请进。我已经进来了。麻烦您把门关上好吗？啊。请坐。那个，能给我倒杯热水吗？馒头太凉了。骆玉珠。啊。那个，我能管你要杯热水吗？这馒头太凉了。啊，这屋子真讲究哈，真是好。跟你这儿一比，陈江河那跟猪圈似的。谢谢。哎呀，这馒头真是甜。哎，你来一块吧。你配不上他。说实话，见到你我有点失望。我以为让陈江河惦记了8年的女人有多出色。哎呀，你挺会噎人呐。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嘛。我吃这馒头吧，我就想起了10几年前，跟陈江河住在桥洞子下面，我熬糖，他出去换，有的时候只能换回来半个窝头，馒头都是吃不上的。然后我们俩就分在半个窝头，特别开心。哎，他烤红薯烤得特别好，你吃过吗？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？你都跟别人结婚了，还生孩子了，可是陈江河到现在为止还一直单身，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？8年前有个人跟你说过一模一样的话，说骆玉珠你不要太自私了，人会耽误陈江河的前程。我躲了他8年，人这辈子有几个8年啊？就为了别人的一句话，真挺好吃的，来一块。你知道我能给他带来什么吗？对一个男人而言，最重要的是地位、是事业、是前程，这些我都能给他。而且在你没来之前，他马上就要接受了。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？
只有自己才知道。就像我真觉得这馒头甜，而你根本看不上，因为你没有挨饿的经历，没有跟一个人分吃一个馒头的经历。不是一家人了，那就得说两家话。不是为了你，我在这里投这么多资金和设备干什么呀？呀，杨总，您这么讲，我特别感动。我知道您这句话是给了我陈江河一个最大的面子。但是我们把话讲回来啊，就算没有我，你也挺舍不得我们这边的这个技术人才呀，还有熟练工人吧？我知道您过去其实投入的时候，可能也不是说要复制这个玉珠牌袜子的。您这个品牌对您来讲九牛一毛嘛，没有任何诱惑力，也跟您非亲非故，是吧？但是如果说您投入到这里面，既能让杨氏集团拿到一个新的生产基地，同时又能让我们这个玉珠牌袜子从这个市场上消失掉，一箭双雕的事情，哪能说因为我退出了，您就轻易的放弃呢？哈，你就不心疼玉珠品牌吗？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脑子最近老是爱忘事，压力太大，我心疼的。所以呢，3年前我就在杭州的商标局大厅注册了这个。注册人是我本人。那我最近也去了一趟杭州，又打听了一下，承包期呢，这个品牌是归厂和我2个人共同所有。那承包期一结束，就完全归我个人了。3年前你就想到这步棋了？没有，就算搂草打兔子吧。可你毕竟还是失去了一些，因为这个女人处心积虑的失去一切，你想过代价没有？我想过的。值吗？值啊！我答应过她的，再也不能不要她。我们俩居然想到一块儿去了，都惦记着一车间的破布头子。那天我弄完那些布，跟我的姐妹们就推着板车，在路上推，就听见后面有2辆拖拉机在追，然后就是他在上面，往前面一堵，他气急败坏的从上面跳下来要跟我打。我一看，那我抄起一根棍子，我上去了，我们俩一对眼，发现是对方。然后他就站那冲我乐，我心里想，你乐个屁呀！我一根棍子给他飞过去。你没看他当时的表情，好玩极了。哦，还有这袜厂，当时我们俩是来提货的，那时候提不到货得给卸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们俩呢是厂长的二姑和二姑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厂长来了，是个老头。你笑够了吗？笑够了。说完了吗？说是说不完的，要都跟你讲了得3天3夜。今天就说到这儿吧，馒头也吃完了，谢谢你的热水。你还有别的话吗？要没有，我得去给江河洗衣服了。我看他那屋子里有个盆堆了好多衣服，估计有1个礼拜没有人管他。哎，你说你们厂里这么多女工，怎么就没有人想着替厂长洗洗衣服？谢谢啊。那墙是我推的，他守了那么多年的墙，还不是一片废墟？你推的，那还真要谢谢你。要不是他举着那块砖头来找我，我可能还真没勇气回来。他找着那块砖了？啊，一直背在身上呢。
你说他傻不傻？人都找到了，一面墙算什么？你踏实喝咖啡，我洗衣服去了。爸，马上撤离资金跟设备，我要不惜一切代价灭掉玉珠牌，我要陈江河这几年心血白费，我要让他知道放弃的代价。我已经答应陈江河把玉珠商标带走，很多事他都想到了我们前头，不简单的。他早在3年前就注册了玉珠商标，我在挖厂的投资设备，整个战略意图他都一清二楚。他知道挖冶基地对杨氏集团的重要，更知道我不会轻易放手。倒是你小雪有些让爸爸失望啊。记住，行商之人不可感情用事。你暴露了人性的弱点，漏了，那就失败。杨总，咱们能查清了，陈江河就在这2天赶往商标局，他在原来玉珠牌的基础之上又加注了金珠和银珠系列。商品涵盖什么？商品涵盖很多，五金、百货、首饰，基本上跟咱们一样。爸爸早晚有走的一天，今后你务必要小心这个。能不能不走啊？这大家伙都还想跟着您干呢。我刚都忘了问了，你儿子叫什么呀？妈，我想回家。王旭，这孩子有点认生。这是你女儿，秋妍，快叫阿姨。阿姨好。哎，长得真好看。江河非得要送给他，快，赶紧摘了还给阿姨。别，江河给他肯定有江河的道理，他要喜欢就带着吧，挺好的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呢啊！哎呀，江河为了你，也算是净身出场了。那算他聪明，他现在失去的，我都能帮他赚回来。我们这个厂规模马上要扩大3倍，以后也会进来新人。我已经跟局里面申请了，聘你们2个是这个副厂长，生产、销售要抓好，守好这个厂啊！咱们苦了那么多年，总算熬到乌鸦变凤，你却要走，哪里变凤凰了呢？老严过了多长时间之后，你可能就会发现，说，直到有一天大家都富起来了，什么东西才是最珍贵的？好了，我也好久没回家了，我也该回义乌。玉珠，出去这么多年了，想不想义乌啊？嗨，怎么想啊？我们都一样，一走走了8年，都不清楚义乌现在变成什么样子。
义乌现在的变化肯定让你们吓一跳。现在义乌呢正打算筹建第4代小商品市场，就打算把那些货摊啊全部搬到大楼里面，到时候肯定让你们瞠目结舌。大楼啊，哎，那就跟那个上海应该是一个道理。哎，你不知道，上海这个商场呢就是一个大楼。哎，咱们能不能有点想象力好不好？哦，不要一想到这些问题就跟这个以前的传统的商场去比，搞得就像你一个人去过上海一样。我们都是土包子。啊，对了，大光回来了。哦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呢发了笔横财，这回来之后呢，吵着闹着，就非得要跟跳姑补办一场婚礼。按理说这是件好事，金水叔太绝了，这个女婿的1分钱他也不拿。一想到金水叔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别人呢就天天就琢磨着出去挣钱，他倒好着活得像个老神仙似的。没事呢，自己就是拿这个鸡毛自己做毽子，哎，踢得还蛮好的。那个，江河，哎，我们到底去哪儿啊？哎，你到时候去了之后你就知道。江河非得把这院子盘下来。哎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价格真是今非昔比啊！这多贵也得盘下来。人是从这儿出去的，还是要回到这里。我记得好像以前的院门是从这儿开的吧？对啊，那边路封了嘛，所以我把这个门也封上了。等于说，你其实站这个位置正好是原先的院墙。那边没有的哦，变化还真不少。对呀、院子太空了嘛，随便种几棵树。这是我妈走了以后，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家。谢谢啊。这是我以前生活过的地方，想让你看看。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还是回来了，带着小旭。你什么都没有问过我，但我知道你想问，我现在都讲给你听。我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爸卖给了人贩子，我跑了出来，在外面流浪，遇到了外面坐着那个男人，他叫陈江河，我们在一起过过苦日子。后来，我以为他对不起我，要娶别的女孩。我以为他像我爸当年一样把我当废物一样扔掉，我就跟他散了。
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在等我，在找我。你明白的，是吧？好像做梦一样。要不是门口那棵树长这么大了，我都觉得我们俩一直坐在这里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但其实什么都发生了，发生了太多事情，你连名字都改的。对啊。我怎么给自己起了一个这么傻的名字？你可不傻。我要把名字改回来。好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不要再分开了。他不进货的，到银行来干什么？是我到这来办点业务啊。那个，你今天带身份证了吗？带了。哎，你借我用一下我。那你再等我一下。啊，我过来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办什么业务？哦，那个，这是我存折，然后你帮我把这个钱转出来。您这8万是都要转是吗？对，都转到别的账户上去。请问您这8万是转到哪里？给这个人新开一个户，然后这些钱转到他的这个户上。请问这骆玉书是在？哦，玉书柜。先生，那我再跟您核实一下，您的8万块钱是全都转到骆玉书新开的户下是吗？好，请稍等。对。对，都转，就这样。不是。哦，好，请稍等。你哪来这么多钱呢？是不是杨雪给你的？你哪儿的话，我好歹一届厂长，我还不能有点分红啊？你是不是疯了呀？你有那么多钱，你蹬3轮跟我卖地摊货？那照你的意思，我应该开着飞机跟你卖地摊货了。陈江河，你不长记性是不是？你当年的钱是怎么丢的？你还敢把钱给我？再说我们都还没领证呢，你就把钱给我了？就算不领证，这个钱也得给你。骆玉书，你记住了啊！说这辈子我陈江河到哪儿，你骆玉书就得在哪儿。怎么了？你不跟我领证啊？这两个好，你真不容易啊！我说江河，你说你也不常回来看看，都想死大伙。回来了吧？江河，这把你们结婚证拿出来给大家伙看看呗。婚证就是拿出来吗？让我们看看吧，好好看。快点！徐叔，祝福你们呐！恭喜恭喜！你说这这么多年你们真不容易啊！是啊，你说也不跟我们联系。哎，这谁来了？
大哥，别忘了锁车门。鸡毛啊！哎呦，金狗哥！哎，来了！磨平了！哎呀，金毛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好久不见你了，金毛哥，兄弟们好挂念你啊！什么呀这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叔你婶想你呀。叔也想你啊，金狗哥，刚才大光怎么还说这港台话了？哎，这你们就不知道了。这个大光啊，跟香港人做生意来往频繁，带点口音，很正常了。哎呦，你这港台范也不错啊，很正常的啦。最近教的吧？你俩在一起太不容易了，真好，百年好合啊，嫂子。我哥，哎，以后你要出去找我啊。我拿大杯送你。好啊，头一件事情带我去看看你老丈人。哎，鸡毛，怎么了？自己去。上次你兄弟啊开车去机场，人没见到，还铺了满车的鸡屎。哎，都来了！来吃了。哎呀，你还那样！干什么呀？你不要给我洗，我自己就能洗。你拿我当外人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因为我自己也能洗，这么多年我都自己洗过来。那你是不是这么多年读惯了？你是我男人，我怎么不能给你洗啊？陈江河，现在是我们一起在过日子，你别老你你我我的。我能给你做任何事情，听得懂吗？怎么了，儿子？我们睡觉，睡觉。哭什么呀你？爸，我哥回来看你了。你开门啊，爸。
爸，我哥回来看你了，快把门打开。爸，爸，你开门呀！我哥回来看你了。爸，我哥回来看你了，爸。爸，你开门呀，爸。哥，别说你了，到现在连我们都不见，天天就知道在那儿做毽子、踢毽子，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瘾。怎么样？跟着大光享福了吧？什么福呀？啊？现在就只有钱了。不是，还要补办婚礼吗？离就已经是好事了。回头好好跟你说吧。哥，我真替你感到高兴。你跟玉珠姐，你们能守到今天，才是最幸福的。回家做饭，不用骂我，我在这自己装。那我先走。叔啊，你说你还关个门，你关着门不见我，可以的。你怎么还关起门来养鸡了？你看现在这个市场多好啊，全义乌的人都出来赚钱做生意了。您可倒好，您把自己关起来了。哎呀，要说是做买卖的话，你是一把好手，别忘了啊！哎，你要不开门的话，我就走了，啊！我知道您一直惦记我呢。挖场不好的时候，你还跟乡亲们说别来给我捣乱添麻烦。谢谢叔。我真走了啊，东西给您放到门口的桌子上了。您注意身体，少生点气。放心吧，叔，鸡毛肯定会飞上天的。这怎么了你？小旭不见了，我送完冯杰回来就没人了。小孩子出去玩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你慌什么呢？他
他爸的东西还有一项都没了。王旭，王旭，玉珠，江河，江河，你们都别着急啊，我已经跟沿途的商贩打过招呼了。如果看见孩子呢，我一定让他们看好了。玉珠别着急，孩子不会丢的。你这孩子从小就心重。是，你说这个特别奇怪。我们一回去一看，他把他爸爸那个什么遗像啊，什么那些东西啊都拿走了，也不知道就拿去哪里，什么。去，快去，家我看着啊。哦。你耳朵聋了是吧？啊！你妈嗓子都要喊哑了，你没听见啊？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，听见没有？我不出。王旭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自己出来，这事儿就算了。等我把你揪出来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我就是不出，你自己跟他过吧。你要气死我是不是？我是不是你妈？你背着我爸找男人，你不是我爸。你。哎。听见没有，王旭？出来，干啥？你想干什么你？啊？你要把我急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要干什么你？我不要你管！你不要我管，你要谁管？我问你，你不要我管，你要谁管？
谁的？我的。这上面有你的名字吗？哪里写的王旭？你告诉我，哪里写的？上面有我的名字。鸡毛，这是我的小名，所以这个东西是我的，是我送给你妈妈的。我送给你妈妈的时候还没有你呢。我送给你妈妈的时候，你妈妈还不认识你爸爸，所以这个东西肯定是我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把它送给你，可以吧？但是呢，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以后不能乱跑了。以后无论去哪里，你要跟你妈妈讲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愿意答应我吗？你要是让我很没面子，你帮我忙，你给我一个台阶，行吗？谢谢你。不去大学！我告诉你，这么多同学在门口，你小心我揍你啊！我当然不去。你为什么不去呢？不想去。邱伯伯给你争取到这个名额多不容易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别逼着我在学校门口当着同学的面揍你啊！听见没有？陈江河！哎，来了，这个上学不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吗？哎，可以踢足球，可以上音乐课，跟同学们唱歌跳舞，多美好啊！我不去。你不去，我跟你说。好，算了，这样，那我们回家吧。不去也没关系，啊，这个我觉得呢，王旭可以回家玩。王旭同学呢，这个数学比你都好。其实他不去上学，就是因为他不想在班里做英雄，哎，所以对吧，王旭？陈叔叔好，陆阿姨好。啊，爷爷。啊。王旭，你怎么了？你干嘛哭？不想上学？才不是！他才没有哭呢。你今天到班上跟老师解释一下好不好？你就说我们家王旭呢，这个本来想好了，说要给每一个女同学准备一根头绳，但是今天早上一忙被我给忘掉了，所以他现在特别着急。真的？是不是？哎，快来呀！新同学给咱们每个女生戴一个头绳。什么颜色的？我要粉的，我要红的。你真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叫王旭，是我们家的孩子。王旭，我们快去教室里吧。哦。我？他们班大概有多少个女生啊？通常这种学校20、30个吧。一根头绳8分，10根就是8毛，20根就1.6块。哎呀，我发现我最近真是越来越聪明了。怎样？你知不知道很多钱的？你从我的零花钱里扣不就完了吗？你这个月没有零花钱了。哎，走，面子总得给我点吧？没有面子。那你，哎，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来，照亮了道路，跟敌人赛跑。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，扯着嗓子喊：“给你，祖宗！你读个书，我还得赔上货。”哎，妈，别走！我们还有3个女老师呢，还有我们校长也是女的。你们校长是女的吗？啊。他们校长是女的。进4出6，陈江河就是鸡毛换糖，还要讲究一个开四门进4出6广交。你就惯着他啊。我乐意。
给你找。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，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，隔着大渡河走了20-30里远，雨越下越猛，像禳坡一样，是瓢坡。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。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，只好停下来宿营。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，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，把增援的2个旅的敌人抛在了后面了。瓢泼，不要总是有边你就读边。霎时间，小旭老师，这个什么动啊？这个字啊，震动，震动山谷。2连担任突击队，22位英雄拿起短枪，背着马刀，带着手榴弹，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，守着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。吵着你了。睡不着了，我都习惯了，现在鸡一打鸣我就睡不着了。哎，那你就把附近所有的鸡都掐死了，炖着吃。赶紧回去再睡会儿。陈兰，估计关节炎犯，膝盖疼。这只有没有问题？这只稍好一点，这只最疼。你还能治病啊？膝盖怎么跟我长得都不一样呢？你是变形了吧？啊？钱就啊？这你结婚之前怎么不跟我讲清楚呢？退货呗。来不及了，你这残次品谁要啊？才残次品。这个地方蛮严重的，是不是很痛啊？干嘛呀你？就一个关节炎，你弄得我快死了似的。我还能活个10年8年的，放心啊。都怪我，没有早一点把你们找回来。坐着别动啊！哎，先看看，哎，这放哪儿？往这后面对吧？啊，这好。行了，不是奇了怪了啊！我们陈家村的人不都说摆摊吗？这个地方怎么见不到呢？你问我干什么？你要问陈家村人，人家不稀罕你这。行了，邱大哥，你别再弄了，多不合适啊！你在这儿弄，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大主任，张和，来。
哎呀，你看你这个大主任，你应该在办公室里面日理万机的。你说你到了这个市场上，你帮我们家来做事情，你让别的商户看见了，我们脸往哪放呢？对不对？你这样，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放那儿，还有这2箱，你快一点吧。我跟你讲，陈家河就是会耍瓶嘴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几年义乌发展挺快的。哎，这个市场里面好多一些好铺子啊，都让别人抢走了。哦，哎，你的宜兴有个数，这是尾铺，没人租。等到将来啊，这个地方市场里头有好几百家卖这个的，你是这个天时地利都没沾上。你看你这个话讲的就是有问题的，天时地利你独独落掉了人和。哎，你看我们这个尾铺归尾铺啊，因为有了这么样一位领导的存在，他比任何一位邱大主任的存在都管用，什么事情做不成呢？是吧？